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一位山水画家，他不画名山圣水。他说他对这个不感兴趣。那么他笔下的山水究竟是什么样的意境呢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梁海福的山水世界。他的画近看不见其形，远看浑然一体。工龙秀发，泥土生香。他的画是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。我体会到的山水，不是那种眼睛当中看到的。他画中的山水不再是传统的名山大水，叫皇天厚土，叫高天万丈。梁海福朴实憨厚，嘴角常挂着诚恳的微笑。他不善于言谈，却无法掩饰内心的热情。除了绘画之外，打乒乓球是他最大的爱好。楼道里也常常飘荡着他和同事们轻松欢乐的笑声。梁海福1958年生，山西文水人，198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，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山西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，山西美术研究会理事，山西省画院创作部艺术部主任。作为专业画家的梁海福，始终没有割舍对故土风情的眷恋，用一幅幅苍凉的画面宣示着这一方黄土地的朴实与厚重，积淀与蕴藏，同时也展示了一位画家的精神追求。一般的山水是大山大水，什么名山大川，我对那个名山大水也没有感觉，所以我画的一般都是我们就是基本是山西这一带的风光，甚而至于是我们老家文水那一带的风光。这样一种表达方式，能够更充分地表达你想画的东西，能够更充分地释放你自己内心对这种土地的眷恋。大学毕业后，梁海福被分配到文水县文化馆工作，这让梁海福的绘画有了更广阔的展现空间。他除了给绘画爱好者认真的辅导外，自己也更专注于观察、思考和创作。当时正逢改革开放初期，他的一幅《梦中行》获得了中国美协主办的首届全国大赛3等奖。因为当时这种主题画，它基本是都是利益在先的，你要先有个利益，然后才有创作的过程。所以我就想画个老马车，然后带一个年轻人，然后从大山里往出走，题目叫《梦中行》。这意思就是表现农村乡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这种思想的转变，思想的开放。梦中行的获奖让梁海福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他开始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寻找创作素材，以至于每天上班途经的一个小作坊都会让他灵感大动，画意大发。他的国画初学又一次让他揽得了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大赛铜牌奖。我每天上班都要路过一个地方，进去以后，房子里头整个都是一个唐棉花这个场景。这样我扣一个时间上的关系，因为唐棉花一般是在深秋到冬季的开始，房顶的积雪呢，在画的时候，它都是在烟囱周围先画。我说这是个切入点，而我只是强调了烟囱周围就是早融化的这一片雪。梁海福的作品在全国屡获殊荣，这些都归功于他扎实的绘画功底和执着的艺术追求。他也因此被调入山西省画院，从此开始了他崭新的专业画家艺术之路。因为以前的画，或者说还能长展，还能获奖，还是一种朴素的感情在里头。其实从技巧上，从表现上，还是就是感觉很不够的。所以来了这画院，从平常的课稿练笔嘛，画山水多一些。
因为山水在中国传统绘画里头啊，它是一个含量很大的。另外，在中国传统当中呢，也是一个发展比较成熟的画种。那就我选取了山水，这样通过这个反复的画、反复的练，基本上呢，就是从笔墨技巧上自己觉得，哎，跟以前比，确实有了一定的进步。环境心境的改变，让梁海福无论艺术理论还是创作水平都有了质的提高。此时，梁海福的作品更着意于真情实感的笔墨。他以沟壑山脊为题材，将艺术与审美中的真诚和自然注入笔下的山水之间，将一个画家对家乡的思恋全部注入笔墨的同时，也融进了他无限的追寻和理想。尽管我完成了一个从人物向山水的转变阶段，但是绘画的始终初衷没有变，因为自己这种感觉感情总是魂牵梦绕在这块地方。通过这种笔墨语言的磨练，可以摆脱这种从属状态的笔墨语言，而相对更自由地发挥天地，同时呢，也能更自由地挥洒的去完成自己的画面感觉。欣赏梁海福的作品时，会发现他的笔墨很难形成一种清晰的视觉，但却异常活跃，思想也常借着画面感觉所提供的想象腾空远飞。他的笔墨之间流露出更多的是与观赏者的互动和让人遐想的空间。我面对白纸的时候，就随着我自己的情感一泻而就，同时打破那种固定的程式，基本是一气呵成的这种感觉。我把中国所谓传统的开始那种勾勒，它还在回归到一种阴阳互生。那么笔跟墨也是一种互生的关系，可能用破墨方法比较多一些。就是我的想法是要给观众留一个空间。他的画呢有个特点，就是笔墨啊、色彩呀、形象呀，它是轰隆一片。更重要的呀，在他的画里边呢，能够体现那个浓厚的这个生活气息。说梁海福的山水叫皇天厚土，叫高天万丈。在梁海福的画里，宁愿把这个笔墨理解成一种艺术家的一种精神的一种再现，精神的一种传达和个人思想感情这样的一种表现。他的所思所想都来自早年农村生活和辛勤劳作的真实体验，以及背起画板徘徊于山川草木之间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当他一路走来，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切感受愈显轻松潇洒。他的绘画艺术也像泥泞坡路上的一串串脚印，将伴随他渐行渐远。